好，这节课呢，我们就来将这一章的最后的这个分染部分给它结束。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我们在这一节课的视频中就尽量结束；如果来不及的话呢，我们就再多录制一节课的视频。现在呢，画面画到这一步以后呢，我们来开始进入最后的这个分染阶段。一般来说，我们画工笔画呢，它要经过平涂、重染、分染、提染这几个固定的步骤。它的每一个步骤呢，这个用处都是不一样的。在画工笔母蛋中呢，第一步的平涂呢是确定一下我们画面的色彩的分布、颜色的搭配、定基调，这是第一步平涂的用处。然后到了重染阶段呢，主要是描绘各个部位的固有色调变化，以及大致的、大概的这种总的来说总体上的一些大组的明暗这种关系，这是同染。然后到了分染呢，主要是表现这种局部的、细微的这种细部的、局部的明暗关系。最后的提染，主要是为了画出或者是强调出某些特别需要我们重视的这些地方的明暗对比关系。提染不仅仅是将画面画得更深，包括处理得更亮一点，比如说提粉，它也是属于提染这个步骤。首先还是从暗面以及一些最需要强调对比的地方开始画。这一步色呢，用的是中等浓度的色红，一些细微的接近于花瓣边缘的结构，大家可以用水笔呢，在水笔还有一定的灰度的时候，就是笔尖上沾了一定的这种着色的时候呢，就利用这种着色来画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单独再调出更淡的这种属性来。有一些特别显眼的一些微妙的亮面的地方，甚至你就用水笔啊，用笔尖呢蘸一点重色呢，一次成型都是可以的，就是接近于那种点染的画法，边画边染。这种方法呢，适合画一些面积比较小、比较精致的地方。画面最重要的部分，一个就是
花横的周围。这儿是我们在作画的时候，哪一遍加深的时候，都需要优先考虑的地方。画到这一步细节的时候，大家要换用比较尖锐的笔。染色的时候用的笔呢，笔锋也要稍微巨一点。这和我们第一遍同染以及平涂画面的时候所用的笔是不一样的。平涂画面的时候，第一遍同染的时候，我们用的笔呢，一般要粗壮一点。我那时候通常一般用大白云用的比较多，它的笔锋呢是比较粗壮的，好脱色。越是这种尖锐的这种笔啊，它载染可以，但是在宽染上这种脱染上这种尖锐的笔不是太好用。但是到了后期，到了这种分染、局部分染的时候，还是要选择一些笔锋比较聚的比较紧的笔。在画的时候，要善于在纸上调锋，要不然它这个笔锋啊，它是不可能永远是那么整齐尖锐的。因为在画的过程中，你要像在碟子边缘刮一样调整笔锋啊，就在直接在涂色的时候就可以在纸上这样，像笔锋微微的转动，始终保持这种笔锋是很锐利的。画到这一步呢，大家要注意，就是我的这个反瓣，在这一步基本上都已经不再多加工了。经过前两遍的分染以后，这个反瓣基本上都不再多加工，主要以描绘正瓣为主。反瓣呢，它只要表现出合适的这种明暗关系就可以了。反瓣通常要比正瓣要亮一个层次，这是在我们以前的教学中所多次提到的问题。像这个花房的这个根部这儿，以及正面和反面交界的这个地方，因为这一块是一大块，这一块是一大块的这个反瓣，这儿正好是花房周围的正瓣，花心的部位，所以这儿的对比关系是特别需要我们强调的，要敢于画重。很多初学的网友画牡丹总是没有神采，不具神。不具神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重色用的不够，或者是重色用的平均了。一张画中你这个如果色彩用平均了，即使你画的再重，它的这个画面它不聚焦啊。什么叫焦呢？它就是要有一个焦点。我的画面这个用色要有个焦距，要有个焦点。那么你用平均了，它这个整个的画面这种神彩自然它就分散了。所以就是重色该用，但是要用在位置上，不是代表你画的越深啊，我把这个粉红的花头暗部用墨红去染，我提染的非常深，拼命的加墨红加胭脂，就代表我画的有分量，不是这样。
关键还是在于你的这个重色用的是不是在点上，该到对比强烈的地方一定要对比非常的强烈，该到虚化的地方一定要敢于给它虚化。这种局部填色，大家可以考虑用小蓝竹之类的这个笔来填。我现在用的是狼阳金，是比较大的，但是作为初学的朋友，可能这种笔呢就不一定好掌握。用什么样的笔啊？一个是取决于笔的本身的质量，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的这个控笔能力，对笔的这个控制能力。有时候在我手上好用的笔，不见得到了你的手上就好用。就每个人要选择合适自己用的笔。像这些细节的地方，普通的初学的网友可能用那种小蓝竹啊，或者小玉笋啊，甚至有些控笔能力特别弱的，你可以考虑用青山挂举的。用它来局部填色，虽然麻烦是吧？你填起来很麻烦，但是总的来说，你这个笔方面要好控制得多。当慢慢的往远处推的时候，大家注意看我这儿。首先，你看笔尖我吸了一点脏色，然后顺势看这儿稍微带一笔，然后将笔毫铺开，这样就有点像画写意的那种感觉，一笔形成，是吧？它这样这些细部它就容易出来，就是要善于利用这个笔尖的颜色。还有就是大家在洗笔的时候，不要将整个的这个笔啊，哗啦一下全部进到这个笔洗中去，洗得干干净净的，再拿出来再在吸水纸上再吸干，再去把笔尖再捋顺，不需要这样。染色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就是用笔尖轻轻的在水上蘸一下，这个笔尖的着色就给洗干净了。甚至大部分时候都不需要洗笔，你就是在吸水布上这样舔一下这个笔锋啊，它自然也干净。这一点大家就是要掌握这个染色的这些技巧啊。这是大家要经常要不断的训练自己。我说实话，我用的这个画画的这个水啊，我一小罐头瓶的这个清水啊，我可以画一整张画，我都不用去换水的。基本上这个吸水这个洗水的这个碟子中的水基本上都是干净的，除了最后换色的时候，是吧？确实。这个颜色不用了，去洗刷它的时候，可能才会将这个水啊弄浑浊，要不然在染色的过程中，我的这个水笔中的吸水罐中的这个水基本上都是干净的。因为你在染的过程中，笔尖有这个着色的时候，它可以派上用场，它能派上用场。不要单纯的就是靠洗，然后去吸干，单纯的这种靠水笔去硬染，那样画起来特别的费事，而且作画的时间也会增加很多。有很多地方灰色的地方就靠笔锋带那种长染、脱染，大家是一定要掌握。甚至我认为它比普通的这个分染就更重要，因为它牵涉到你这个对笔的这种过渡色彩的过渡能力的掌握。
这些地方，像这个，甚至我们就用水笔的笔尖略微的蘸一点点水，也不这就不叫染了。你看，我基本上就一次成型。这也是一种画法，不是说非得一笔蘸色。你这个在最后尤其画面调整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就是用接近于写意的画法去给它提染，这样出来的效果它更自然。像这个地方，它就要用到这个泼染。该用到笔尖这个灰色的地方，就要用到笔尖的灰色的地方；该干净的时候，笔毫就要铺下去，让它颜色立刻就能淡化开来。遇到这种大面积的白的地方，笔尖的灰色就要稍微带上去，这样它这个白才不会那么苍白。要有，比如说这种大面积的亮面这个地方，一定最后要带一点微微的带一点这样的浅红色上去，这样它的整个这一块亮的就不会太刺眼，不会过于白以后，画面就会显得是一种苍白了，它就不是亮的。你带了一点灰色以后，它这地方的这种明暗关系，同时也会体现得更微妙一些。从这儿都是要用笔尖的这种淡灰、淡红去衬托的，但是没有必要刻意的在这儿再用加色，再去硬挤，像这种位置，初学的网友很多时候喜欢把这儿硬画出来，把这一片小反斑人为的给它刻画的特别显眼，这是没必要的。它这都不是主结构。反瓣的提染要慎重。这儿颜色除了藏在里层的可以稍微用点重色以外，大部分地方我们在用色的时候，都得考虑反瓣的整个的色彩没有正瓣那么重。这个粉红花图呢，就示范到这儿。在目前呢，这个大概的大家看一下，大概的关系就是这样。经过从第一遍这边呢我已经画好了，大家再来看一下这边我已经画好了一个画图，这个是已经基本上画好，除了小结构。没有提染以外，基本上都出来的这个效果。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呢再来画一下这个颜色的水红花头。水红花头呢，我们在第一遍呢是用这个胭脂加白粉，胭脂加白粉平涂的底色。那么现在这一步呢，我们就要用中等浓度的水红它第二遍的同染的时候也是用中等浓度，但是偏淡一点的。这一遍呢，我们就要用更深一点的中等浓度的水红呢，去给它这个画面进行第二次的分染。这一步分染的时候呢，除了分染以外，还得有同染关系，要考虑它的整个的这个关系。不
不能仅仅局限于一片花瓣。所以这是一种介乎于纷染和同染之间的步骤。另外，由于考虑到它是属于远景，所以这儿也不可能每一片花瓣都画的那么的仔细，主要还是集中在花托萼片的时候，这儿我们给它画仔细。还有一些地方像圆形，我们可能最后更多的是在画一种大关系的这种调整上。像这些地方，甚至我们就直接的平涂也是可以，因为这儿呢本身我们一个是要衬出花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衬托出前面的这朵粉红花朵。所以这儿呢，在这一步呢，我们甚至可以整个的这样重染过来。它是有的地方需要清晰刻画的地方是分染，但是有一些需要映衬大关系的地方还是同染。所以这一步不是慢慢的往后画的时候，它每一步的步骤不是说绝对的那么清晰。根据画面的需要随时要有调整。这儿我们也是以同染为主，然后染完了，等它干了，我们可能再次进行二次分染。它这个步骤是，有时候是先捅后分，然后再捅再分再照，然后又要分染，它是不是绝对的这个步骤？这种水红花呢，它是和墨红花它是不一样的。这儿呢，我们即使用重色染的时候呢，也只能在水红中微微的掺入一点墨，或者是用胭脂去染，不要直接的用墨去染。它的整个的这个色彩的这个明度，它始终是还是比较亮的。当然和粉红的比起来它是比较暗的，但是如果和墨红花比的话，它这个整个的色彩明度还是比较亮的。这是大家在画的时候呢要注意的。还有像这个就是要注意大关系的调整，因为它毕竟是远景嘛，你没有必要将每一个局部都刻画的过于的仔细。我们在第一遍分染的时候
叠加的这个情况。像这儿，像它就是压住了它，这个小盘压住了这种，是吧？这两个是这小盘给压住了。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称它为叫小结构，就在最后画的时候可以表现一下。当然，这种表现，不是那么平均雷同。在画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大小疏密的变化，以及你这个线条的长短，说这个笔尖，甚至说直接用水笔蘸一点点红，这样带过来都是可以。染的这个处理手法呢，不要过于的机械，就一条直线这样下去。我看很多市场上行画之类的有这样画的，它就是一根像这样直线直接拖下去，没有任何变化。这样你在画面上画多了，它肯定就是比较难看。所以大家在画的时候呢，这个要适度，要合适。这一步就和两个丝毛一样，它是为了更好的体现出这种花鼓的这种，尤其是反面的这种圆球感。你可以不画有很多画家也不画，你不画关系也不大。但是如果你画坏了，画的过于的啰嗦，那么这个花瓣会碎，并且呢，会显得很僵直。所以这一步呢，就和两个丝毛一样，到底画不画，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画面来定的，没有什么固定的说法。而且这一步画的时候很讲究这个渐匀，很讲究渐匀，该到有一定笔痕的地方要干预有笔痕，不要总想着这个牡丹花是特别的细腻的东西，花头画的特别的细腻，不敢留笔痕，该留的要留一点。见了笔以后，这个花头它的这种体积感会更容易出来。有一些地方像这种特别明显的这个斑纹压背，这是肯定是不能省的不管你画不画小结构，像这样的这种，它有很明显的这种线条在其中，这个地方你肯定要有一种脸黑。还有像这儿，像这个地方就属于白的地方过大，所以呢这儿要夹杂着一些暗色，像这块大的白空更多一些，既体现了结构关系，同时呢也将这个过大的这个白色的空隙给它进行了划分。这儿也是。要滋润，这一步画的要滋润，见底见水。
面呢，我来给大家呢再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叶子枝梗的这个反叶的最后的处理效果。在画叶子之前呢，这一片深红花呢，我们还要给它平涂一层中等浓度的这个曙红啊。这儿呢，如果是单独的画这种大红花呢，这种深红花，我们最好还是用朱砂从花头再提染一遍，我们再考虑这个整体的平涂曙红。但是在这张作品中呢，因为它是属于一种后面的部分，所以呢，这个朱砂的这个提染的这个步骤呢，也可以省略。朱砂这个颜色是很难染的，大家呢可以用朱标中加入一点曙红或者是那种国画中的大红色呢，来代替朱砂。这样经过这遍平涂以后呢，这个大红花头呢，它就是色彩呢，就是刚才我们在染色的时候，微微的有些地方可能会洗出一点底色的这个白色出来。这样呢，经过这样一涂呢，染足了，在上面再最后罩一层这个曙红色，整个的花头的颜色它就会很沉稳，很厚重。如果有时候为了强调它的这种凝重感，例如说我们单独画这个深红花头的时候呢，甚至可以考虑周围在这一遍平涂的时候周围靠近花瓣边缘的地方可以考虑流水线水线我们知道它能增加这种花瓣厚度的这种表现有助于表现这个厚重的这个感觉。例如说我们在画叶子的时候经常周围就会有水线但是在这一张里面目前都不需要了，这样只要简单的这样给它平涂一下让这个整个的红与黑能更好的融合在一起也就达到了我们的这张作品中这个对深红花的这个要求就行了。中间没必要那么小心你怎么涂都行，只要色彩不淤积，关键还是边缘的位置大家要画的时候要细心一点。到了白花接染的这些地方，边缘的地方要细心，不要涂到纸的外面去。这一步因为没用朱砂，所以呢，它的这个颜色的透明度还是可以的。曙红本身属于水色。那么这一步呢，画到这一步呢，这样我们最后的一步
用淡墨复勾的这个过程也就可以省略了。如果用了朱砂就不行了，用了朱砂，像这么细的墨线的话，你肯定是不容易把墨线保留的那么完整。那么这时候可能我们还得复勾一遍，将有些线条的流畅度给它重新的体现出来。但是用曙红这个颜料，它就这个好处，它具有很好的透明度。所以呢，到了这一步呢，我们就不需要再复勾了。确实模糊的地方，你可以采用局部复勾的办法啊。最终的成品图在这个视频上是不大容易看得出来，等到最后完成了我来扫描啊，大家到时候包括局部图，大家可以再仔细的看一下。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叶子的嫩叶部分啊。嫩叶部分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第一遍是平涂的是最嫩的那种叶呢，是和一般的嫩叶都是平涂了这个致绿色，但是在分染的时候，最嫩的那种叶呢，我们用的是朱标分染；普通的这种小嫩叶呢，用的是胭脂啊，用胭脂。那么现在画到这一步呢，我们下面就是要提染一下啊。如果你想要色彩艳丽一点，你可以考虑在提染的胭脂中呢，略微的调一点曙红，但是这种曙红不要过多，过多的话呢，这个色彩就太艳了啊，太艳了。还是以胭脂为主要的色，在中间呢，加入少量的微量的这个曙红，使它的色彩呢比胭脂略艳一点，但是比曙红还是要冷得多啊。这是最后的这个提染。这个提染也没必要太重，因为这个嫩叶它本身颜色就显眼。如果你给它画的特别的颜色刺眼，对比关系特别强烈的话，那这个嫩叶它在这张画中啊，它就会特别的抢画面啊。所以大家在画的时候，这个度还是要把握住的。嫩叶我们都知道，它是主要是从肩部往下方提染，但是它这种压盖的这种左边压右还是右边压左啊，这个是跟普通的画法是一样的，它这个属于明暗关系上，它这个不可能有大的变化，所以大家在画的时候还是按照传统的这种流水线的正常的这种步骤来画。染的时候呢，要有一定的虚实关系。先从离我们最近的这儿开始画。被压过去的这一边大家比较好理解，是吧？这样压。那这一边呢，主要就是画在这儿，它就是为了和左边的这个空啊，它流出来的这个胭脂色，它互相之间要有这种挤让的这种关系啊，要有这种错位的让开的这种关系。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嫩叶呢，可以画的稍微强调一点。像这儿这个位置，它属于远处的嫩叶呢，我们到时候就画的稍微淡一点。更远的地方，有的甚至就是简单的用笔稍微蘸一点这个重色，给它过渡一下就行了。有时候倒不见得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染得样重。这个小嫩叶的部分，大致就是这样画的。
一些虚实调整，大家要自己领会啊。从作画这个步骤上来说呢，基本上就是这样。当然呢，我这篇画完之后，我也就不再示范。好，这个嫩叶的部分介绍完了之后呢，我们再来把最后面的这一片水红花呢，最后给它提染一下。我们开始是胭脂加白粉平涂了底色，然后用深浅不同的曙红，加以了提染。这是最后一遍呢，我们得就用胭脂啊，就是刚才这个胭脂呢，在它的最暗的地方，再次进行这种叫做形染。当然这个形染的时候，大家也得考虑它是圆形，所以呢，这不要刻画的过多。为什么让大家就说不要用过多的墨有这个道理？对比也不能太强烈，太强烈以后它就跑到前面来了。这一步呢，一般提染暗面的时候啊，用冷色是比较合适一些。冷色它没那么显眼，没那么耀眼，不容易让人觉得它颜色往上跳。如果你用软色，一味的用曙红去染的话呢，它染到后期的话，它可能这个颜色就过于红，但是它还是升不下去啊。这也是初学工笔的朋友们经常会遇到，就是花头画的特别的红，红到最后都红的非常可怕，但是花头还是暗不进去。这就是颜色的这个冷染啊，搭配没有处理好。你画，尤其是软色的这种红色类的花头，你用点冷红的话，这个颜色它就非常容易能暗进去。包括我们画红叶，大家知道红叶都是那种朱标底色或者是朱砂底色，然后用曙红去染。但是你染到最底层的红叶的时候，你还得带点胭脂去染，或者带点墨红去染。它这样色彩啊，它就偏冷的色彩，它就容易暗进去。我们在画红花的时候，也要采用这种手法来处理它们。大家现在看我染的，基本上就是集中在，这个花托，这个反过来这个花托的这个位置。别的地方我都基本上不管了啊，这就是它这个本身花就属于最后面的啊，一个属于最后面，第二个它本身就这种自然的明暗变化上，花托和花房是在一个位置的，正面就是花房是吧？反面就是花托的这个周围，它的色彩是比较重的。这样到这一步呢，我们这个花头的部分，我们在这一张作品中呢，就不再示范了。那朵紫色的花只不过是调出来紫色来画啊，就不再示范了。接下来，我给大家来示范一下近景的正叶的最后的这种完成步骤。好，下面呢，我来示范一下正叶的这种水线的分染。前面这个近景啊，远景呢，我们在
上节课中呢已经说过了，我们远景的时候，这种分染呢主要用的是墨啊，因为远景我们要考虑将色彩呢给它这种纯度上要降低，所以用了墨。但是近景呢，我们得考虑你最后照色的时候呢，你可能得颜色是偏绿的。如果你用单纯的用墨去染呢，你最后照这个表色的时候呢，它这个绿啊和这个墨它是不是那么容易柔合起来？所以我在画近景的时候，通常都是采用墨青啊作为这个粉染的底色，或者是花青啊。如果你想画的比较传统一点啊，可以用这个花青。墨青呢，它颜色就是比花青中啊再加入点墨啊，当然这都是用钛青蓝直接调和出来的。这一遍的分染呢，主要就是以染出叶茎上的这个水线为主啊，先画被压过去的一面，被压过去的，然后最后再画完全鼓起来的这一面。比如说像现在这样一片是吧？这一根线往上鼓，那么这边呢，它就必然是被压过去的。然后是这边，关键是把局部的这个压盖关系。随后是这儿，那么这儿就开始要留水线了啊。最外围的水线我们已经一开始留过了，是吧？从第一遍同染的时候就留了，所以这一遍呢就是最外围我们不去考虑它，现在就是叶子内的，这儿稍微得考虑一下中间压两边的这个关系。最后才是这个面，这个面是中间压两边。其实这种画法是一种变相的染膏法，变相的染膏法。只不过我们在画圆柱体的时候，染膏法的那个亮的那部分，现在在这个平的上面就变成了水线而已。所以水线它不仅仅是帮助作用，它还是区分了这个物体的这个空间结构问题。所以这个流水线我说了嘛，对错它不简单的是一个我水线留错了位置，而是你对这个物体的空间啊，这个上面你产生了这种错误的认识，你的水线才会留错。如果你这个空间认识始终是正确的，那你的水线再怎么画，它都不会出现留错方向的这个情况出现。越是平整的这个面，它的水线我们就越要稍微含糊一点。越是侧的比较厉害的一点的，它需要有一些对比的，这种侧的厉害，它的对比关系才会强烈一点嘛。它这种平面是吧之间的这种关系，高低起伏关系才会强烈一点。越是侧的厉害的啊，这个我们的水线就要留得越分明。越是平缓的，例如说像这种接近于纯正面的对着我们的，那么我们的水线就不要留得那么过分，而要将主要的精力放到同染上。这个是中间一片叶，它对左右两边的叶啊有这个压盖关系。当然你要如果不采用这种造型的话，比如说像于志珍前辈画的牡丹呢，它是基本上就到这儿为止啊，到这个开叉这个地方就结束，它没有这个里面的这一节，并且它的这个叶子的尖部都是比较尖锐的、比较小的这种牡丹叶的分叉，它不是像我这种画法呢是接近于王道中啊、周延生的这种受这一派的影响比较多一点，他们就是中间的这一片压两边啊，这种关系比较强调的。但大家在画这种压盖关系的时候，中间压两边啊，也要记住是若有若无的画，因为这三片叶它总的来说还是在一个平面上，它不是很夸张的
两个大面，它还是在这一个平面上。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来看一下，这一片水线的处理啊，最后我再示范一片啊，我就不再示范了，然后我就这样一直画下去，一直画到最后的造表色的时候呢，我再继续录线。这儿现在有一点要记住啊，到下方这一块过大的时候，我们要学会给它这一块稍微多染一点。遇到这个腰这儿收进去的时候，这小块收进去的时候，这儿我们要画的少一点啊，这个是这样留空，它就不会太过于突兀。这在以前的课程中也说过，这儿就不再多说了。像这一个结构，它这个地方就收的就是比较明显，这是一个凹进去的凹槽一样。然后你看这儿转到灰面，这边往下染，那边平过去的就是一个亮面了啊，就是一个接近于亮面的感觉，就转成平缓的这种感觉，边缘留一根水线，这样一直拖染下来。接着是这根水线。这儿是亮面水，不要画的太长，要善于拖染开啊。这时候用大笔画可能会更好画一点。这个底下这块空过大啊，大家注意看这一块亮面的空过大，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这儿用染膏法，把这块大空上给它稍微的镀上一点颜色，这样这个叶子它这一块就不会显得过于的平板。好，这就是我们近景的这个叶子的这个分染的方法。当然到最后处于最底层的像这样，这一遍分染一遍是肯定不够的啊。上完到最后我们可能还得用重的这个墨青色法去提染。但是总的来说，它的分染方法就是这样啊。这里呢我录像就先暂停一部分，等到画到这一步的时候我再继续录。